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 Highlight 荧光笔工作室。那我们马来西亚人呢，每一次出国啊，尤其是去中港台，都很常会被当地人问说你邊度人啊？那我们就会回说我係馬來西亞人啊。那么他们下一句呢，经常都会问说哇，你哋馬來人點解中文講得咁好嘅？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呢，就会很不开心啦，甚至呢，很可能会生气。那大家呢，通常会很用力的回说我是华人，我是马来西亚华人，唔係馬來人啊。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你会生气哈？为什么呢？被说是马来人，或者是没有强调自己是华人，你就会不开心呢？那今天呢 ，Highlight 就要来分析哦，让你不开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对自己的标准太高啦，因为连他也是会生气的哦。I'm a Malay first. I want to say that. But being Malay doesn't mean that you're not Malaysian. 原因一，华人不想被同化。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啊？之前政府想要推广爪夷文，或者是想要加强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育，那马来西亚的华人就会跳起来反对，好像是戳中内心的什么似的，变得非常的敏感。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和董教总教育中心有限公司等超过100个华团今天联合召开记者会，反对教育部把爪夷文书法纳入国民型小学课本。昨天傍晚，大山脚巴沙附近就出现了一个小档口，立起反对把爪夷文书法纳入华小课程的大布条。这是因为你担心自己被马来人同化，担心华人的文化被马来文化侵蚀，担心自己呢变得很不像华人。而这个担心的源头啊，其实是有原因的，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来西亚爆发513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种族暴乱嘛，政府呢就为了要重新凝聚社会和团结大家，就在1971年的时候呢，推出了国家文化政策。政府呢就想要动员全国，把马来和伊斯兰文化变成国家的主流。那因为呢，政府觉得啊，只要大家都认同马来文化，全部人都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种族的纠纷。不过呢，马来西亚的种族本来就很多元的，不同的种族之间的差异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大。要其他种族呢只认同马来文化，难免会有很大的反弹。如果政府呢不断去强调马来文化的话，那华人就会觉得自己的文化被消灭，觉得华人很快就要被政府同化，到时候我们就会不会讲华语啦，不会有华人的习俗啦等等。那危机感一出现之后呢，反而让我们更用力强调自己是华人。这个本来应该要团结不同种族的政策，因为太过强势呢，所以反而出现了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华人呢，一看到中国人写说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全世界最像华人的华人了，这样子的一句话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 high 啦，很 proud 啦，因为我们长期呢都处于一种隐形的压力之中，甚至呢有人觉得啊，华人被打压，华人必须要自立自强，所以呢一听到中国人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自己付出的这个努力呢有获得了肯定，甚至呢出现了华人的优越感。诶，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人呢？原因二，不相信政府。那我们知道呢，有很多人都觉得啊，自己已经是马来西亚人了，不过你们或我们却还是不舍得放下华人的这个身份，对吧？那如果今天呢，你跟外国人自我介绍，要你完完全全 skip 不讲自己是华人，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办不到的哦。主要的原因是呢，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政府，因为我们会担心啊，马来西亚政府会借此来同化我们。就好像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因为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这个策略，这支影片还没有看的话，先点去看哈。那因为呢，这样子呢，华人跟马来人呢几乎是没有交集的，所以呢，我们都对政府喊出的马来西亚人产生怀疑，会怀疑这一个马来西亚啊，会不会跟我们华人想象的不一样嘞？比如说，有一些马来人啊，希望马来西亚变成一个很马来化、很伊斯兰的国家。而我们华人呢，就会觉得啊，马来西亚应该是一个很多元、很自由的国家。所以很多华人会怀疑啊，如果我今天相信政府突然放下华人的身份，可是马来西亚突然变成一个很马来化、很伊斯兰的国家，那我的华人文化不就没有了吗？那我的下一代怎么办？如果华人，尤其是老一辈的华人，没有办法去解除心中的这一个疑虑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变成很 pure 的马来西亚人，甚至会反过来特别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
原因3，在马来西亚生存的基本规则。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呢，我们都已经非常的习惯用种族来看待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有人车祸啦、打架啦，有人去救人啦，我们都会先想到的，是什么种族的哈？比如说你的车坏了，什么种族的人救你啊之类的。举个例子，今天我们一出家门呢，我们就会发现呢，马来西亚的一切呢都是以种族为基础的，不管是衣食住行呢，其实都在强调你的种族身份。比如说你今天去银行啊，去政府单位啊，去医院啊，当你在填表格的时候啊，都还是得填种族这一栏。那你去买房子啊、租房子的时候 ，agent 也会跟你讲说，那这个某某 area 呢是华人比较多的，所以住起来啊、吃东西啊比较方便。当你的小孩呢要去念书、要上学啊，你也会倾向选择华人比较多的华文学校。当你在做生意、跟政府单位交涉的时候，甚至上政府大学，你也会直接的感受得到，原来种族身份是会直接影响你的权益。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你，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生存，种族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社会啊每一天都在跟你讲，华人是华人，马来人是马来人，印度人是印度人，你们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种族之间呢要互相竞争，要互相争夺权力和资源的话，那么你的脑袋自然会强化自己华人的身份，甚至加强种族的优越感。原因4，政府逃避解决问题。那我们相信呢，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从老到幼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一直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来区分彼此的话是不行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啊，差异和冲突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都很擅长把问题呢扫到地毯之下。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也知道这个问题所在啊，所以呢，政府就推出了很多的口号，感觉呢是想要解决问题，不过实际上呢，却也就是另外一种逃避而已。例如马哈蒂尔的2020宏愿，或者是 Najib 的 One Malaysia， 这些口号呢，都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区分你我。马哈蒂尔还说过，我们必须要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一起变成Bangsa Malaysia 马来西亚民族，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强调自己是华人或者是马来人啦。不过呢，口号啊，终究是口号嘛，口号的底下都是空洞的，所以呢，政府呢，主要还是围绕在经济发展或者是硬体建设去着重。比如说，马哈蒂的方法是，他一边喊口号，一边盖 Twin Tower、Putrajaya、LRT， 让大家觉得这个国家很先进，可以赚到很多钱。当我们看到 Twin Tower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分种族的认为，这就是马来西亚，让经济淡化我们华人的身份。当然，经济好的时候，我们都会忙着赚钱，暂时忘记华不华人这个问题啊。但是，一旦经济变差，一切又会打回原形。你看看这几年，马来西亚的经济越来越差，种族的矛盾，你是华人或是马来人与否的问题，是不是反而被强化了呢？而种族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变深了呢？好，结论。916 Malaysia Day 要到了，马来西亚呢已经是60几岁的国家了哈。或许呢，我们都得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放轻一点，不需要过度强调自己是华人或者是什么种族的人。其实我们被人家讲说，你是马来人，也没有什么怎样不舒服啦。我个人是没有怎么样太大的不舒服，我觉得那是认知的问题。那尤其是我们的日常呢，其实已经都有跟很多的马来或者是印度文化潜移默化的结合在一起了。不管是食物啊、混杂的用词啊，都是很独特的马来西亚文化，让我们呢跟不同的种族一起去经历更多的事情，一起寻找更多的共通点，一起诚实的面对彼此的疑虑和恐惧。或许某一天呢，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被说是马来人或印度人而不开心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很 proud 又没有顾虑的喊出我是马来西亚人。中2023年想要生活节 Step Up 即将在9月15、16、17号这3天呢，在鬼仔巷举办啊。其实呢，这是荧光笔呢第2次主办想要生活节，第一次呢是在去年在槟城鼓励大家出来投票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规模就更大，节目更加的精彩。这是一场呢以马来西亚为主轴，提倡公民意识醒觉的生活节。我觉得市场上好像蛮少这样的生活节啦哈。我们有免费的演唱会啊、夜市集啊、美食啊、论坛啊、装置艺术等等，想要邀请你一起来用好玩的方式，一起参与社会，一起当爱国的马来西亚好公民。好，马来西亚日的那个周末，我们约定你不见不散。